46岁生日这天，我被人事请进了会议室。本以为熬了23年的我，终于要在公司上市时出人头地，不曾想一张冰冷的辞退信打破了我的所有幻想。江总，你为公司奋斗了半生，我们都很敬佩，但集团需要新鲜血液，你也该歇歇了。人事漂亮的场面话翻译过来就是我老了，贵了，没用了。随即我准备与他解释，忽然身后传来了一个洪亮而熟悉的声音：哈哈哈，江总，可算找到你了，我们那13.8个亿的续约就等您点头了。秦风，盛世科技的 CEO， 是我们集团最大、最核心的客户。他身后跟着亦步亦趋的顾凯，就是刚要接替我位置的年轻人。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顾凯已经一个箭步窜了上来。哎呀，秦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点小事哪用得着您跑一趟？江总是老前辈了，为公司操劳半生，他也该好好休假，颐养天年了。以后的合作由我顾凯来全面负责，您放心，我保证把你服务的妥妥帖帖。他刻意加重了休假和颐养天年几个字，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。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。我看向秦风，秦风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他推开几乎贴在他身上的顾凯，眼神里的温度迅速降了下去。休假？我怎么听说江总是被你们优化了？听到秦风的话，顾凯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冷汗刹那间就下来了。秦总误会，这只是我们公司的正常人事调整。误会？我不管你们公司内部怎么调整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单子是我和13兄弟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磕下来的，除了他，谁签字我都不认。你们环宇集团要是没他，这合同咱们就作废。反正盛世科技的合作方也不止你们一家。秦风话完，空气彻底凝固，顾凯呆愣在原地，他站在那里像个被当众扒光了衣服的跳梁小丑。我看着他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却带着一股让他无法呼吸的压力。顾副总，这份合同的技术附件一共372亿，你看过吗？你知道秦总公司未来3年的技术迭代方向和我们合同中预留的3个升级端口分别对应哪些未公开的专利吗？你知道为了匹配盛世科技在德国的服务器标准，我们需要在软件底层协议上做哪几项客户化修改吗？你知道这项修改如果出错，会导致他们整个欧洲业务瘫痪，违约金最高能到多少吗？一连串的问题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，剖开了他华丽的外袍，露出了里面空洞无物的草包内核。顾凯哑口无言，额头上的冷汗汇成溪流，沿着脸颊滑落。我不再看他，转向秦风，脸上露出一抹歉意的微笑。秦总，让你见笑了，这里人多嘴杂，不是谈事的地方，我们换个地方。哈哈哈，好的13老弟，走，哥带你去边吃边聊。随后我与秦风并肩离开议事，来到外边的一间咖啡厅。这帮蠢货简直是自毁长城，用完就把你当破抹布一样扔掉。13你也别回去了，20年来你给环宇赚了多少钱？没有你，环宇的销售体系根本就是一盘散沙。现在他们翅膀硬了，就想把为他开疆拓土的功臣一脚踢开。秦风的情绪激动，声音都有些发抖，他越说越气。这样，你成立个新公司，我投你，这13.8亿就当你的启动资金。他环宇能做的业务，我们自己也能干，而且我相信我们会干得更好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我和秦风相识时，那时我还是个小销售，他刚创业，公司小的只有3个人。我们一起喝过最便宜的二锅头，也一起在纽约签下过第一笔1000万级的订单。我们是商业伙伴，更是过命的兄弟。阿峰，谢谢你，但我想这件事没这么简单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。请问是13先生吗？我是董事长的新秘书，董事长要和您通话。秘书话完，一个故作沉稳却难掩一丝焦虑的声音响起：13啊，我是郑远山，一场误会都是一场误会，你赶紧准备回来工作吧。呵呵，误会，董事长，我已经签了退休协议。从法律意义上说，我现在不再是环宇集团的员工，没什么误会的。听完我的话，电话那头的郑远山显然被我的态度噎了一下，他沉默了片刻，开始了他惯用的画饼加威胁的套路。13，你要顾全大局，公司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候撂挑子。盛世的这份合同对公司至关重要，关系到我们今年在那斯达克的股价表现，更是关系到公司几千名员工的饭碗。你赶紧回来把合同谈完。大局？呵呵，我的大局昨天下午在HR办公室里就已经结束了。当我像一条狗一样被你们赶出来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谈大局？当顾凯那个草包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意气风发地宣布新政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谈大局？现在你来跟我谈大局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话完，电话那头彻底沉默了。我能想象到郑远山那张因为愤怒和难堪而扭曲的老脸。沉默良久，电话里头传来了他那压抑怒火的声音：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第一，集团官网、内部公告栏、所有事业部的企业微信群，首页置顶，向我公开道歉，必须承认人才优化决策是错误的，是对供需员工的巨大伤害。第二，这份道歉信必须由顾凯亲自打印出来送到我面前。第三，我现在在公司楼下的星巴克和秦总在一起，董事长，你有1个小时的时间考虑。
话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一旁的秦风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赞赏和兴奋。干得漂亮，13，就该这么对付这帮过河拆桥的混蛋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郑远山的脸面重要，还是这13.8亿的合同重要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时间开始1分1秒的流逝。我知道，公开道歉意味着承认决策失误，董事长的权威将受到巨大挑战。让顾凯上门，更是把他的脸按在地上摩擦。就在时间过去了39分钟时，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起。我靠，我没看错吧？集团给个人道歉，江总牛逼啊！这是什么神仙反转？活久见，那个新来的顾副总脸估计都要绿了。阿峰，我们回去吧。哈哈，13，你先回去，我去给你准备另一份惊喜。随后我自己回到熟悉的会议室，我的助理徐静早已等在那里。他看到我，眼睛有些红，但眼神坚定。江总，这是我整理的您负责过的所有核心客户的资料，以及未来3年的跟进计划，我都做了备份。看着这个女孩，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徐静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助理，聪明高效，对我绝对忠诚。在我被辞退的第一时间，她就选择了站在我这边。与此同时，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顾凯走了进来。东西放桌上，然后你可以滚了。极致的羞辱，莫过于彻底的无视。顾凯的身体剧烈的颤抖了一下，嘴唇微动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看了看来电显示是秦风，我按下了免提。秦风爽朗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响彻了整个会议室。哈哈，13，诚意看到了吗？集团道歉够不够？要是看不到，我可就真带你走了。我们直接去欧洲，我介绍几个老朋友给你认识，他们手上可有好几个不比环宇小的盘子。这一声恰到好处的助攻，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击溃了顾凯的心理防线。他将那封道歉信颤抖着放在桌子上，然后狼狈地逃离了这间让他无地自容的会议室。我拿起那张纸，上面是郑远山亲笔签名的道歉信，我连看都懒得看一眼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旁边的碎纸机。徐静，你马上去注册一家新公司，名字就叫三丰咨询。好的，江总。然后你以三丰咨询的名义给环宇集团发一份合作函。盛世科技这个项目，我13将作为环宇集团的特聘首席顾问，负责全程跟进，直到合同顺利履行完毕。作为顾问，我们要收取咨询费。我看着徐静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。咨询费嘛，就说这份合同总金额的8%。听完我的话，徐静倒吸一口凉气。13.8亿的8%，那就是1亿1040万。好的，江总，我马上去办。2个半小时后，徐静将所有事情处理完毕。1亿1040万的咨询费账单，像一颗重磅炸弹，在环宇集团的财务部炸开了锅。疯了吧！一个顾问收我们1个多亿，这哪是顾问费，这是赎金。财务总监拿着那份盖着三丰咨询鲜红印章的合作函，手都在抖。他冲进董事长办公室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董事长，这我们不能付啊，这不合规矩。”郑远山坐在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，脸色阴沉的能凝出水来。他死死盯着那份文件，上面的数字像一根根针扎在他的心上。他很想拒绝，但他没得选。秦风那边已经放出话来，这个项目只认13，没有13就没有13.8亿的合同，没有这笔合同，环宇今年的财报将难看到极点，股价必然雪崩。批了，给他付。财务听到董事长的话，当场石化在原地，默默走了出去。3天后，我以特聘首席顾问的身份回到环宇集团，开始吧。随着我话音落下，徐静将整理好的资料投放到大屏上。我的团队像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，精准地剖析着屏幕上展示的每一个数据。会议结束后，顾凯的几个心腹被我当场宣布调离核心项目组，他本人则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，灰溜溜地逃离了会议室。当天下午，2位最有能力的区域销售总监敲开了我临时办公室的门，他们是我过去的得力干将。江总，我们不想在这种骗子公司里干了，跟着顾凯拿个草包，迟早要把我们这帮兄弟的心血全都败光。是啊，江总，你那三丰咨询还招人吗？只要您一句话，我们这帮兄弟马上地辞呈。三丰咨询随时欢迎真正的干将，各位兄弟，你们放心，环宇给不了你们的，我给。环宇敢从你们身上拿走的，我双倍还给你们。与此同时，过往那些我用一杯杯酒、一份份漂亮的解决方案、一个个信守的承诺积累下来的客户，也纷纷给我发来了消息。哈哈，江总，好久不见啊！什么时候有空出来聚聚？老江，听说你单干了，恭喜恭喜！我们公司下1季度的采购计划，你可得给我留着。江哥，环宇那个姓顾的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烦死了，我把他拉黑了。还是跟你合作舒服，咱们晚上喝一杯。随后，我以三丰咨询的名义，在全城最高档的私人会所攒了一个饭局，到场的全是环宇集团销售额排名前10的核心客户代表。席间我没有说环宇集团一句坏话，我只是和他们聊未来的行业趋势，聊技术变革，聊三丰咨询能为他们提供怎样量身定制的超越环宇的解决方案。然后我在一个不经意的间隙，向在座的所有人透露了一个消息：盛世科技的秦总，大家也熟，通过我们三丰提供的新方
方案，他们下1年的综合运营成本预计能优化15%。在场的都是人精，15%对于他们这种体量的公司来说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他们立刻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，这意味着13能给他们带来比环宇集团更大的价值。当晚就有4家客户的负责人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向，他们决定终止与环宇的现有合同，哪怕支付违约金，也要转投我的三丰咨询。这4家客户加起来涉及的合同总金额超过了50个亿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，第2天就传回了环宇集团。环宇集团在那斯达克的股价应声下跌，跌幅超过8%。江13，你这是商业背叛，你这是在挖环宇的梗。呵呵，董事长，您是不是忘了，是你亲手教会了我，这个商业世界里没有感情，只有利益。你为了节省成本，对我进行优化，我为了追求更高的价值，对自己进行优化，这很公平。我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变得粗重，像是破旧的风箱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您，天利公司的续约单，您让顾凯不用再跟了。他们公司的王总上午刚和我签完新的战略合作协议。随后我挂掉电话，看向窗外。华南大区曾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骄傲的杰作，我用了5年时间，从零开始，一手将它打造成环宇集团业绩最突出、团队凝聚力最强的王牌战区。自我离开后，郑远山为了清除我的余党，将顾凯的一个心腹空降到了华南大区担任总经理。那是个和顾凯一样只懂权术不懂业务的草包。短短3个月，华南大区业绩雪崩式下滑，核心骨干纷纷离职，整个团队人心涣散，濒临崩溃。郑远山和董事会焦头烂额，他们最新的计划是直接裁撤整个华南大区，壮士断腕，以避免更大的亏损。我知道后直接提出收购。13，华南大区毕竟是我们一起打下的江山。董事长，你记错了吧？在我46岁生日那天，你亲手把它毁了。现在我只是来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而已。一句话堵死了他所有的话头。最终，在股价持续下跌和董事会的巨大压力下，郑远山被迫同意了我的收购案。我以一个地板价买下了我曾经一手建立的王国。签约那天，我重回华南大区总部，公司的前台还是那个小姑娘。看到我，她先是震惊，随即眼眶就红了。江总，您回来了。看着工位上那些熟悉的面孔，一个个激动的满脸通红，有些人甚至流下了眼泪。我站在人群中央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我对着所有人深深鞠了一躬。兄弟们，我回来了。当天，顾凯那个被空降过来的心腹被当场宣布解职，由保安请出了公司大楼。我走进了那间我曾经使用了5年的、最熟悉不过的总经理办公室。现在，这间办公室的门牌上刻着我的新名字和新身份。清理掉华南大区的毒瘤后，我让徐静带着财务团队去整合华南大区资产，并审计账目交接。很快，结果出来了。江总，出事了，或者说我们抓到大鱼了。闻言，我停下手中的事情，抬头看向他。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是哪里的账不对？不是不对，是太对了，对得让人发毛。徐静说着，迅速地翻开文件夹，指着几行被红笔圈出的流水。过去3年，华南大区每个季度都有几笔巨款以集团战略发展基金的名义被划走，收款方是一个海外账户。查过这个账户的底细吗？查了，通过秦总介绍的审计专家，我们扒了3层皮。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叫郑家豪，郑远山的那个败家儿子。哼，没错。更有趣的是，这笔钱流向郑家豪的公司后，大部分并没有用于经营，而是转入了佳士得拍卖行、拉斯维加斯的赌场，还有几个女明星的私人账户。听着徐静这番话，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点燃一支烟，看着烟雾缭绕，突然笑出了声。江总，您笑什么？我终于懂了，为什么郑远山天天在会上喊降本增效，为什么即便集团盈利也要裁掉我们这些高薪老臣。原来不是船要沉了，而是船长在拆船板，回家盖别墅。江总，怎么办？报警吗？看这流程走下来，资产估计早转移了。报警太慢，那是给君子准备的，给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式。话完，我掐灭烟头，随即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很快电话接通，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：江先生，老张，手里有个大新闻，敢不敢发？关于谁的？环宇集团郑远山100亿级别的挪用公款，证据链完整，连他给情妇买包的流水都有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随即传来急促的呼吸声：都降，全给你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明天早上股市开盘前，我要让全中国的股民都看到这篇报道。成交。很快到了次日清晨，秦风几乎是撞开了我办公室的门，他满脸震惊，气喘吁吁跑到我面前。13，你看新闻了吗？炸了，彻底炸了。秦风把平板电脑对到我面前，屏幕上是那篇鲜红的头条：千亿帝国黑幕，董事长涉嫌挪用公款，裁员潮竟未掩盖真相。我抿了一口咖啡，淡定地看向电脑上的大盘。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现在的股价多少？开盘直接跌停，市值蒸发300亿，监管机构已经进驻了。郑远山被带走调查了，现在的环宇就是一盘散沙。哼，通知操盘手动手。动手做什么？抄底，把我们筹集的所有资金全部砸进去，只要市面上有人抛，我们就吃，有多少吃多少。秦风倒吸一口凉气，随即眼中闪过狂热。你是要恶意收购？不是战略拯救，发公告吧。
3天后，环宇集团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，我带着秦风和律师团大步走了进去。而原本愁云惨淡的股东们见我到来，纷纷惊愕地站了起来。其中一位留下的副总裁结结巴巴地开口：“江总，这里是董事会内部会议，您已经离职了，恐怕……”王总，纠正一下。我边说着边把一份股权证明扔在桌子中央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我现在代表三丰资本联盟，我们收购了市场上5%的流通股，并且已经和另外3位大股东达成了转让协议。我双手撑在桌面上，环视四周，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每个人的脸。现在我持有环宇28%的股份，是这家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。全场死寂，角落里，郑远山的一个亲信拍而起：“江13，你这是趁火打劫！郑董只是配合调查，他回来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哼，他回不来了。刚才的新闻没看吗？检方已经正式批准逮捕。至于你们，接着我拉开主位的椅子，毫不客气地坐下，指关节轻轻敲击桌面。我出价高于市场价20%收购你们手里的剩余股份，签了字，拿着钱体面离场，不签就陪着这艘破船一起沉。给你们5分钟考虑。话完，仅仅3分钟，就有股东拿起了笔，紧接着是第2个、第3个。秦风凑到我耳边，声音颤抖：“成了，13，环宇姓江了。”几天后，新环宇集团的全员大会，千人报告厅内鸦雀无声。我站在讲台中央，没有拿麦克风，声音却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。徐静在。只见徐静抱着文件夹，站在台下第1排，神色肃穆。宣读第1号人事任免令。是。即日起成立集团廉政督察部，原董事长郑远山及其亲信涉嫌重大职务侵占，凡参与者、知情不报者一律开除，并移交司法机关。名单如下。随着一个个名字被念出，台下人群中不断有人瘫软在椅子上，被保安迅速带离。原本紧张的气氛瞬间变成了肃杀。第2项，我打断了徐静接下来的话，亲自开口：“废除之前的末位淘汰制和35岁红线，人力资源部听着，去把那些被郑远山赶走的老员工一个个给我请回来。”江董，是真的吗？工资怎么算？按离职前的标准，上浮30%，环宇亏欠你们的，我加倍补上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掌声如雷鸣般爆发，经久不息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前往看守所看望郑远山，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，只见郑远山穿着蓝色的马甲，那双曾经精灵的眼睛此刻布满血丝。他抓起话筒，声音嘶哑的像磨砂纸：“江13，你够狠，你是故意的，从一开始你就在算计我。”郑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刀是你递给我的。我待你不薄，你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心血？哼，心血！当你决定拿几千名员工的饭碗去填你儿子那个无底洞的时候，这公司就已经不是你的心血了，是你的提款机。我只想问一句，如果是你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俯瞰着他。我会记住是谁帮我打下的江山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。郑远山在那头疯狂地拍打着玻璃，嘴型依然在咒骂，但我已经听不见了。我转身走出探视室，推开大门，门外阳光明媚，秦风的车已经停在路边。江董回公司，回公司，还有一个会等着我。最后，郑远山因犯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、行贿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而我从一个被抛弃的妻子，摇身一变成为了财经界的无冕之王。我的故事被财经界奉为传奇，成了无数商学院课堂上被反复研究的经典案例。